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一本充满智慧与人生哲理的书《苏东坡新传》。这本书的作者是李一冰先生，他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细腻的笔触，为我们重新诠释了北宋文豪苏东坡跌宕起伏的一生。李一冰先生耗时多年，查阅大量史料，力求还原一个真实而丰满的苏东坡形象。这本书不仅是一部传记，更是一部关于人生、挫折与自我超越的启示录。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被各种压力和挑战所困扰，而苏东坡的一生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应对困境的智慧和力量。通过阅读《苏东坡新传》，你将学会如何在逆境中保持乐观，如何在失败中找到新的方向，以及如何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保持自我。这本书不仅能丰富你的知识，更能深刻地影响你的生活态度和人生选择。你是否曾在人生的某个时刻感到迷茫和失落？是否曾在面对挫折时感到无助和绝望？让我们来看看苏东坡的故事。在北宋时期，苏东坡以其卓越的文学才华和正直的品格闻名于世。然而，他的仕途却充满了波折，多次被贬谪至偏远之地。面对如此巨大的落差，苏东坡是如何保持内心的平静与乐观的呢？答案就在《苏东坡新传》中。第一部分，苏东坡的生平与时代背景。苏东坡，名士，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生于北宋仁宗年间。他的一生经历了北宋王朝的盛衰，仕途坎坷，多次被贬谪至黄州、惠州、儋州等地。然而，正是这些磨难，造就了他豁达乐观的性格和卓越的文学成就。苏东坡的生平告诉我们，人生的挫折和磨难往往是成长的契机。正如书中所言，人生到处知何事，应是非红踏雪泥。这句话形象地表达了人生的无常和变化无常，但同时也蕴含着一种积极的态度，无论身处何地，都要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不如意的事情。通过学习苏东坡的生平，我们可以学会如何将这些挫折转化为成长的动力。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1. 保持乐观心态，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相信未来会有转机。 2. 积极寻找解决方案，面对问题，不要逃避，而是积极寻找解决之道。 3. 珍惜当下，即使身处逆境，也要珍惜眼前的美好，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瞬间。书中提到，苏东坡在被贬至黄州时，生活困苦，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沉。相反，他积极融入当地生活，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词。例如，他在《赤壁赋》中写道：“寄福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这句诗表达了他对人生短暂的感慨，但也展现了他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第二部分，苏东坡的文学成就与人生哲学。苏东坡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更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他的作品涵盖了诗、词、文、赋等多种题材，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他的文学成就不仅在于艺术上的创新，更在于思想上的深邃。苏东坡的文学成就源于他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和思考。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汲取灵感，将个人的情感体验与对宇宙人生的思考融为一体。正如书中所言，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这句话表达了他对人生无常的感慨，也体现了他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可以通过学习苏东坡的文学成就和人生哲学，提升自己的思维深度和情感表达能力。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1. 多读书，多思考，通过阅读经典文学作品，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和思想深度。 2. 关注日常生活，从日常生活中寻找灵感，将个人的情感体验与对世界的思考结合起来。 3. 表达自我，通过写作、绘画、音乐等方式，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感悟和体验。书中提到，苏东坡在创作《念奴娇·赤壁怀古》时，正值他被贬黄州期间。这首词不仅展现了他高超的文学技巧，更表达了他对历史和人生的深刻思考。例如，词中写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句词气势磅礴，表达了作者对历史变迁的感慨和对人生无常的思考。第三部分，苏东坡的人际关系与处世之道。苏东坡一生交友广泛，与许多文人雅士、官员政客都有密切交往。他的处世之道既体现了他对朋友的真诚和热情，也展现了他在复杂人际关系中的智慧和策略。苏东坡的人际关系处理方式源于他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对友情的珍视。他善于在朋友之间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同时也懂得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保持自我。正如书中所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话表达了他对友情的珍视，也体现了他在朋友之间的真诚和热情。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可以通过学习苏东坡的人际关系处理方式，提升自己的社交能力和处事智慧。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1. 真诚待人，无论是对朋友还是对同事，
都要保持真诚和热情。2. 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通过共同的经历和体验，与他人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3. 保持自我，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要懂得保持自我，不随波逐流。书中提到，苏东坡在黄州期间，与当地的名士和百姓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常常与朋友们一起饮酒赋诗，畅谈人生。例如，他在《继承天寺夜游》中写道：“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这句话表达了他对友情的珍视，也展现了他在朋友之间的真诚和热情。第4部分，苏东坡的逆境应对与自我超越。苏东坡的一生充满了波折和挑战，但他始终保持着乐观的态度和积极的心态。他的逆境应对策略和自我超越精神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苏东坡的逆境应对策略和自我超越精神源于他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他相信，无论身处何地，只要心中有光，就能找到前行的方向。正如书中所言，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句话表达了他对逆境的从容和淡定，也展现了他对自我超越的坚定信念。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可以通过学习苏东坡的逆境应对策略和自我超越精神，提升自己的抗压能力和心理韧性。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尝试以下方法。1. 保持积极心态，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相信未来会有转机。2. 寻找内心的力量，通过冥想、阅读、运动等方式，寻找内心的力量和支撑。3. 不断学习和成长，在逆境中，要保持学习和成长的心态，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书中提到，苏东坡在被贬至儋州期间，生活条件极其恶劣，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他积极融入当地生活，传播文化知识，赢得了当地百姓的爱戴。例如，他在《十例之》中写道：“日啖荔枝3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这句诗表达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逆境的从容。通过苏东坡新传，我们不仅能了解苏东坡的生平事迹，更能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这本书教会我们如何在逆境中保持乐观，如何在失败中找到新的方向，以及如何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保持自我。苏东坡的文学成就、人生哲学、人际关系处理方式和逆境应对策略，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面而深刻的生活智慧。如果你正在寻找一种能够提升自我、丰富生活智慧的方式，那么苏东坡新传绝对是一本不容错过的好书。我强烈建议大家认真阅读这本书，并尝试将书中的智慧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相信我，这本书一定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和启示。记住，生活就像一场旅行，重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苏东坡的一生告诉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心中有光，就能找到前行的方向。让我们一起学习苏东坡的智慧，在人生的旅途中，保持乐观，积极进取，勇敢追寻自己的梦想。愿苏东坡新传成为你人生旅途中的良师益友，陪伴你走过每一个风雨兼程的日子。谢谢大家的聆听，希望你们喜欢这本书，并从中获得力量和启迪。